天我陪老公去一个赛道练车，这个赛道呢，它就是在曼谷苏万那普机场附近的一个赛道。其实我陪他练车的次数也不是很多，因为太热了嘛。不过一半有的啊，没有的1/3了。1/3嘛也蛮好的呀，对不啦？耶！今天去的赛道就在曼谷苏万那普机场附近，每次开过去大概也要30公里。去赛道之前都会先去711买点运动饮料和冰块。711的代言人王嘉尔在泰国真的是非常的红啊，给大家看一下他711的广告哦。泰国的711现在结账的时候，如果没有满200铢就不能刷信用卡，有一点不太方便。不过对于来旅游的小伙伴影响不大，因为仍然可以使用现金或者是扫码支付。出来之后就看到了太港，可怕可怕！赛道是没有空调的哦，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有顶的棚，大家都会自己带电风扇来降温。今天有好多家长陪小孩来练车。孩子们上场的时候，家长就会在旁边观察、指挥、记录，很是辛苦啊，因为赛道上的温度更热。哎呦，这个汗都是滴下来的。哇，原来书本上黄豆大的汗珠真的没有骗我。It's okay, actually. 没想到一圈下来以后不小心受伤了。这里练车性价比还是很高的，1天500铢，也就是100块人民币，不限次数。泰国的摩托车氛围还是很好的，这一点也竟然变成了我们留在这里的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。哎呦，刚刚想录点视频，这里风大成这个样子，而且已经飘雨了。这泰国的天气真的是变幻莫测。风雨交加之后的半小时，天气又好了。果然是个神奇的国度。泰国这个天啊，我真的是服气的。前面想给大家录视频的时候下雨了，然后现在你看看，出太阳了。赛道也有人已经开始练车了。今天陪我老公来赛道练车嘛，然后呢，其实我老公是从32岁才开始重拾梦想的。他小时候就一直非常喜欢赛车，但是因为家长不同意嘛，但是其实也很好理解啊，父母会觉得这项运动非常的危险。然后今天来到这边，看到很多3、4岁的小孩、10几岁的小孩都在这边骑摩托车，然后家长就陪在旁边，就蛮有趣的。这边还甚至有那些70多岁的，可以说是老人了吧，还在开摩托车。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挺受启发的。就是你看这些50、60岁、70岁还在骑车的老人，他们也不会带自己的小孩过来，因为他们的小孩不喜欢，他们不会把自己的梦想强加在小孩身上，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。然后这些喜欢摩托车的小孩呢，家长也不会说有偏见一决否定他，而是了解赛车，来了解他的保护措施、应急措施，陪伴小孩进行一个积极的干预。这就让我想到了那个 YouTube 上面有一个金宝宝啊，也是上海阿姨，然后她的小孩呢去澳洲留学了，他们去澳洲照顾她女儿的同时呢，培养她女儿的自理能力嘛。然后她女儿在一期节目里面就学着做饭，她把1周的饭在1天里面全部做完。然后金宝宝就说，他其实也不赞成他1天把7天的饭全部做好，因为从健康方面考虑的话，这个一定是不健康的嘛。但是他也没有多说什么，他觉得孩子以后自己也会发现有所问题的。
的。他吃多了，他会觉得，哎，怎么天天吃一样，有点腻了，或者他自己也会觉得，哎，是不是这个方面不太健康？他自己会去调整一个生活方式。我觉得家长可以起到一个积极干预、适当放手的这么一个方法。当然，我也不是推荐小孩一定要去参加这种极限的运动，只是说，哎，说不定你今天先让小孩试试看，他真的喜欢的话，坚持下去，说不定有不同的收获，而且锻炼了那种坚韧的品质啊。或者说，你今天他一时兴起，他喜欢这个爱好，你就让他去试试看。过2天他摔倒了，他觉得怕疼了，他怕热了，他受不了了，他不喜欢了，哦，那也是他自己发现，其实这也不是他真正追求的。就像我们小时候，比如有什么兴趣班学钢琴啊，但其实学了以后，不是说期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肖邦，但是那一段时期的美好回忆应该是相当宝贵的。其实我们长大了以后可能会后悔小时候没有去做一件事，或者没有好好去做一件事，比如说没有好好学习。因为我们的人生轨迹啊，往往就因为一个小小的决定，这个样差斗啊，像射线一样往2边方向走了。小时候呢，可能就是没有机会。那长大以后，如果可以重拾梦想，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我们也结束了今天的练车啦，准备去吃晚饭。现在我们来一家韩国的烤肉店吃晚饭啦。练完车就要大口吃肉。这家烤肉店呢，也是一位韩国老板开的，可以说算是我们的厨房啊，不，食堂啊，这真的很好吃，主要是猪肉好吃，别的肉就有点普通。他们泰国这边呢，很流行就是吃火锅啊、烧烤之后戴一个一次性的浴帽，就像我后面这样子，以防有油烟啊。不过我觉得其实作用不大啦。有很多肉类，有腌制过的和没有腌制过的，像鸡肉啊、猪肉啊、牛肉。这里还是超级推荐猪肉，非常好吃，非常香。海鲜还有大虾、鱿鱼等等。这个五花肉呢，就是用了一点点海盐和黑胡椒腌制过的，赞呐，超级香的。这个是薄的猪肉，烤好以后是脆脆的。韩式烤肉当然少不了泡菜啦，各式各样的小菜应有尽有，还有泡面、各种小吃、炸鸡呀、紫菜包饭啊、玉米棒，还有各种汤类，泡菜汤、味增汤、南瓜粥等等。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榨菜，榨菜。京都菜，京都牛肉比少。其实我比较爱吃薄的，薄的炒完以后很脆。我喜欢吃厚的，厚的就咬起来很爽。你看很金黄的。猪肉就稍微焦一点点比较好吃。这里是自助形式的烤肉店，一个人是430泰铢，规定就餐时间是1个半小时。什么杏鲍菇？这个烤肠，我也不知道是大肠还是小肠啊，反正烤到最后是焦香的，口感超级好，强烈推荐。每次吃到最后必须来一碗碳水，这个泡面机好神奇，我们总觉得它煮出来的面比我们自己在家煮的好吃。拿一点大葱铺在底下，等待美味出锅。我还没来得及拍，它竟然吃这么快，结束了这样辛苦的一天。
这里是大白云小太阳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喽。一个字，绝。